我讨厌别人的虚与委蛇，以谎言相待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师祖，我知道你一直被谎言包围，我知道欺骗让你感觉很孤独，而我呢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没有人懂我的想法。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心情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所以，不要再惩罚折磨我了，好吗？你为了好玩，就让我这么不自在啊？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穴未停，言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那是你，无寒风月里，无人骑，无人听。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你以后若再敢用这等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交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你在做什么？抱着睡觉呀。你不是也经常抱着我这只小水獭睡觉吗？干嘛？你害羞啊？
谁害羞了？真晕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，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一转晴了。师祖，这人和你的家族有什么渊源吗？我也正好奇，此人竟与我有血脉感应。只不过是换了个衣服，他们怎么就把你认作那肾虚公子了？我施了一点障眼法而已。哦，师祖，你是要冒充别人身份打进敌人内部？我还以为你是直球强攻系的，没想到你还能使用迂回战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严公子，看你气色好多了呀，春宵一刻，果然……手不要可以废。要！快住手！我真是高估你的迂回战术了。你现在是严公子，要露馅。还老，还老，严公子，严公子，你如今仍是对我避而不见，是我们以往的誓言都不作数了吗？这小姐姐实在可怜，你要不就别伤她的心了。他伤心与我何干？师祖，切记你现在是严公子，你就对他说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所以，姑娘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你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欢郎，我可以不再来找你，以后也不再来烦扰你。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冷漠，待我仿佛陌生人一般？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。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的。师祖，这句不用说。欢郎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方才人太多，其实我是有要事想要告诉你。我们的女儿上个月出世了，可怜她还没有名字，你能不能给她起个名字？关我何事？欢郎，念酒呢？我给他传信了。不是说好了3个月水塔期吗？这唤醒丹的功效，当然是看我心情，想变就变。但你如今是已死之人，所以在外人面前，你还是要乖乖的做水塔。知道了。欢郎，看你的样子，出师不利啊。我问过亲娘了，她只知道那颜环身上有火焰胎记，但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。那只能另寻线索了。而且那亲娘活脱脱一个恋爱脑，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相信那姓颜的负了她。什么是恋爱脑？就是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，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一种病。那你得了此病没有？我当然没有啦，我忙着顾好自己都来不及呢。那便好。情情爱爱是这世间最无用之物。
话也不能这样说，美好的情感还是很给人力量的。只有你这等修行不才者，才会有这种念头。这个祖宗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不相信情爱也很正常。还不休息吗？哦，水塔虽萌，也没必要频繁登场吧？师祖，明天我想出门逛街，能把我变回人形吗？你废话太多了，朝我休息。师祖，求你了，你别睡啊，师祖。又来，买个抱枕吧，祖宗，没几个钱。我已经有你那个抱枕了，何须再买？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吃我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八大公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机会被你抢先。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强。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这所有的因果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又狗过了一天。你为我，为了
被封了整整500年，现在终于出来了。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。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，公主，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，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封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但之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但之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
呼唤。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嗜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啊！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
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潭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蛊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蛊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。哼，贪心的人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我是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。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簇啊。方才他眼中的冰冷和杀意都是真的，是因为我当日抛下了他，伤他太深了吗？真是出师不利，怎么偏偏遇上仙盟最硬的茬？这个谢雪晨，狡猾得很，硬碰不行，还是得智取。谢雪晨，说句话嘛。别看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刚才为什么要对你动手？你知道的，桑琪在我身上中了灵犀，不是我想杀你，是他控制了我。谢雪晨，当日我说的那些话，都并非我的本意。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历尽艰辛，从暗域逃出来，就是为了回到你身边，永远和你在一起啊！你究竟怎么了？多日不见，你就不想我吗？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反正你在外面设了结界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不如……我还有事，你好好休息。
果然，要用这种方法才能逼走他。师傅，时运不济，我遇上谢雪晨这个煞星了。怎么，刚到人界就失手被擒，想让为师去救你？救倒也不必，只是我有了另一个计划。谢雪晨是不会放弃寻找混沌珠的，有他在，我就不用去镜花宫找高秋明了。所以。 我想跟在他身边，就算不能一举找到混沌珠，能多查到一些线索也不错。你确定他会带着你？所以啊，也想请师傅帮个忙。若是谢雪晨亲眼看到我灵犀发作，又怎会放心将我单独留下呢？ 好吧，今夜为师就再帮你演一出戏。在我心里，一直知道你与谢雪晨不一样，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。其实，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能看透你。 你也能看透我，男庄主，站我这边好不好？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 你也觉得他很奇怪，是吗？话语、行为、神态、气息，以及他眼下的那颗灰痣，处处都透着异常。但他神智又十分清醒，没有像当日在雍雪城被人控制的迹象。你想问什么，便直接问吧。你与他在林中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是为混沌珠而来，他想让我帮他，而他。 会给我想要的，你想要的，他的喜欢。南虚月，你是懂怎么气人的。既然你都问了，我只是复述罢了。他早已背叛暗域，投奔于我。他本来不喜欢人族。 但为了我，为了我想护之人，他竟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是自己的性命。那人是我弃他而去，任由他落入丧妻的手中，错戒在我。我弃他一次，便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仙盟不容他，我护着他。我们谢城主，终于又活得像个人了。 就像我初见你时，有欲望，有执着，不服枷锁，凡事都要拼个输赢。他不是输赢，对于他，我不会再放手。即便是你对他有情，我也不会相让。我知道。 从你决定来两界山，我便都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正好有事要同你讲。我有急事，要回一趟运秀山庄，明日一早启程。何事？秘密。无妨。那便不说。
只是有些事，我自己还未想清楚。待有一日这个秘密我想同他人言时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。那混沌珠呢？有什么线索吗？我已警告秋明帮忙调查。她虽然是净化宫的少公主，但也曾是明月山庄的少庄主。我相信，她亦不想真相蒙尘。师傅，小心烫。你近来一直吞吞吐吐，有话便说。师傅，桑琪和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春生剑为何会认她为主？他怎配与你母亲相提并论？他当年曾痴恋姐姐，以春生剑相赠，但姐姐又怎会真的爱上一个灵族？只不过是姐姐心善罢了。赶走他后，心生愧疚，便没有将剑弃了。当真只是这样吗？秋民，师傅，你天生九窍，资质虽不及谢雪晨，却也算年轻一辈中的翘楚。但你太过放纵懈怠，时至今日仍在金丹境徘徊。今日叫你来，便是要传功于你。师傅，你身体未痊愈，若是再传功于我，根基一定会……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我日后一定会勤加练习的。桑琪与我净花宫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既然不甘心再龟缩于暗域一隅，定会寻机报复。更何况混沌珠失窃，注视着我净花宫的可不止他一人。这个世道如今已经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危险，你明白吗？秋明明白。师傅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师傅，你的头发……出去吧，师傅。出去。在西长老，您等很久了吗？我来找公主商量些事情，看来是来得晚了些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混沌珠失窃，注视着我净花宫的可不止他一人。这个世道如今已经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危险，你明白吗？苏公主是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人，你也想知道真相，不是吗？师父说的危险，究竟指的是桑琪，还是谢雪晨？
你何必急着传功给秋民？如今混沌珠失窃，净化宫必然会引来许多人的目光。万仙阵已经困不住暗族了，那些藏在阴影里的脏东西，迟早会到净化宫来。我可以死，但秋民不行。明月山庄已经覆灭，宁熙也死了，桑琪未必会到净化宫来。他恨不得将整个净化宫付之一炬，将害他断臂之人挫骨扬灰，他怎会不来？若非你姐姐爱上了这个灵族，我姐姐没有错，错的是引诱她的桑琪，还有逼她嫁给高凤许的妙华。妙华她也是为了净化宫。若非如此，高凤许怎会同意将混沌珠与我净化宫100年？是啊，高凤许想让混沌珠恢复力量，净化宫也觊觎着世间至宝。牺牲一个人又有什么大不了？妙华从未将她视作自己的弟子，对她的疼爱不过是因为她是元婴玄女之体罢了。元婴玄女之体，内蕴无限生机，寻常人知道可活死人肉白骨，谁能想到她还可以成为温阳死物的器皿？你还不要忘掉这一切吗？你已经狠狠地报复过妙华了，远远不够。都过去了，现在你才是净化宫的公主。秋明已经知道桑琪和他母亲有关，他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他会问不该问的问题。一旦有人开始好奇，过去的秘密总会被人翻出来的。你敢让他知道吗？万一有人知道真的混沌珠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没有一个会开口。我不会告诉秋明，哪怕是到我死的那一刻。那个地方还在，明月山庄还留有当年的痕迹。我知道，你不想再去碰你姐姐待过的地方，可如今这情势，我们必须早做打算。有人！这是真的吗？我母亲爱过桑琪，她是为温养混沌珠，被迫嫁给父亲的。秋民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母亲爱过桑琪，她是为温养混沌珠，被迫嫁给父亲的。秋民，你都听到了，全都忘了，回去。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反正你在外面设了结界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不如你这一去未免久了些，等不到你，我本想先睡了。你既已回来了，如何？继续吗？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无法时刻都看护着你。我先送你回永雪城。永雪城啊？怎么，你又要将我关回冰牢吗？不会，没有人能将你关入冰牢，谁也不行。
可是谢雪晨，桑琪逼我帮他找混沌珠呢。先跟我回雍雪城，我会想办法解开灵犀的。谢盟主最好不要强迫他去雍雪城，否则尊上留在他神魂中的灵犀会立刻要了他的命。已经还能修炼出投影。你们难道以为这化影丹只能用一次啊？他怎么会来？师父为何改变了计划？这谢雪晨的剑气真是不容小觑。我好不容易练成的投影，用了一次便废了，真是可惜。玉影这个蠢货，怎么把我也关进来了？这是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我为什么会进他的贪欲牢笼？真不愧是雍雪城城主，心心念念系着这破山。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看看他如今的贪念是什么吧。住手！父亲，我赠你万刃，要你以剑护佑天下。你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在问血崖闭关，灭去心中杂念，你又让我失望了。你还记得当初是如何对我说的吗？不顾道心，永不下山。既然知错，为何不改？曾经的人族是没有神教的，我们无法修炼灵力，只能仰望天上的神族，祈求他们的庇佑。神教是神族的馈赠，你天生十窍，受天地所终，却因一己私情乱了剑心、道心。我不明白，父亲，我真的不明白。我可以为天下苍生而死，可以守护天下百姓百年千年，我为何不能也爱一人呢？不可救药。他是你的欲望，
也是你的心魔。杀了他！那不过只是一道幻影，你也舍不得杀吗？还是说，你情愿留在这幻境中？不，我不会杀他的。既然放不下，那我便不放了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敌人，不是我所求正道的阻碍。所以，你的心魔是我吗？一直都是你。你会身在此处，是不是说明这里也是你的贪欲牢笼？那么，我也是你的心魔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只有两个人互为贪欲，才会进入同一个贪欲牢笼。是真的吗？谢雪晨也是我的心魔。穆雪玲，假的，不是假的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我们在两间山，这里是假的，是幻想。我带你出去。不！刚刚我感到一阵灵力波动，发生何事了？方才玉影的投影来过，他提到桑启在穆玄灵的神魂中种下了灵犀。我们挣脱贪欲牢笼之后，他便是如此模样。我试着输送灵力，根本就输送不进去。神魂之中，桑杰之前在暗域给他种下的灵犀，是在心脉的位置。如今看来，位置换了。你与他灵力同源，试试在他灵台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。他没有灵丹，灵台对他来说太过重要，我不敢强行抹除，只好暂时封印。若非我任由桑启带走他，他不会受此折磨。他眼下那颗灰纸，也是神魂灵犀的标志吗？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东西？没有了。
尊上，我的头也已死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您为何命我将圣女一块关进去？因为他们会在同一个牢笼。本尊想让谢雪晨知道这一点。这么说，圣女也爱着谢雪晨，可是为什么她……即使你想起了什么，只要有雾心水在，你就会再次受锥心之痛，再次忘却一切情感。以为与穆玄灵相爱的谢雪晨，不再爱谢雪晨的穆玄灵。好徒弟，这个计划难道不比你的精彩的多？谢雪晨，穆玄灵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没事了。木心未解，怎会有解？灵犀已经被封印，没事了。如今我与谢雪晨两情相悦，你趁他不在，单独入帐，怕是不好吧？还是说，男庄主就喜欢这样？昨夜，你是故意引我们发现灵犀的，对吗？真奇怪，每次都觉得骗你好像比骗谢雪晨要难一些。你为骗他，甚至可承受锥心之痛。只要能骗过谢雪晨，这点锥心之痛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是我没有想到玉隐会来，可能是师父怕演得不够真吧。如此痛过一回，谢雪晨定然不会留我一人了。若非如此，他肯定要将我送回雍雪城，这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你如今这般模样，看着倒是有些陌生。如今才是真正的我，从前那个不过是伪装罢了。你为我隐瞒，没有告诉谢雪晨，我很感动。在我眼里，谢雪晨不过是找到混沌珠的钥匙，而你与其他人不一样，你很聪明，第一眼就看穿了我。初见时，我还觉得你是个威胁，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或许我们能成为更亲密的朋友，对吗？你撤掉了结界，是完全信任他了？他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，也仍有可疑之处。但我想要相信他。若他再闹出事端呢？若是他能在我眼前闹出事端，那是我谢雪晨之过。你倒是与你的剑一样，一往无前，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是承担不起的。我该走了，但穆玄灵他隐下了。他你就不用操心了，
我会照顾好的。知道了。